早开始个1、2分钟。爱情故事讲不来啊，我来看看你们点赞了没有？10个人俩赞，这个都这么早来了，给点个赞吧。嗯，先讲讲明后天的安排，明天应该会休息一下，让我断更休息一下，后天有可能也会休息啊，这个周末还是稍微有点累。4个赞了，感谢。早。然后下周一我会去做一场讲座，英语老师怎么用 AI。对，这个是，跟塔主约好的啊，去给他们的人做一场讲座。然后那一场讲座的内容可能是下周会放到付费节目里吧。点过了，感谢。估计是讲最近猪肉价格波动，哎呀，这个肯定不是了。对，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每天啊，这个打打游戏，因为新买了这个《艾尔登法环》，还是稍微的有点耗功夫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很难啊，那个游戏非常难，现在已经虐了我很久了。本来是给儿子买的，去问儿子说，这个想玩什么啊？说一定想玩《艾尔登法环》，我说那就买一个吧。结果我就花了一笔钱啊，买了这个《艾尔登法环》和《黄金树之影》，然后结果发现2个菜手都不太容易打过的一个状态啊，毕竟是等成绩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年等成绩的时候，是我的父母给我报了一个植树的这种营，然后我们就进去种树去了。总之还是要找点事儿干。提前啊，对，是提前个1、2分钟，先跟大家闲聊一会儿。标题很吸引，本来都想睡了，就坐起来听听，好，感谢。第一次赶上直播，我看看这个，然后这个好像还真的是平时不常见哦。儿子考完试很放松了吧？这个没拿到成绩了，咋放松呢？大胆儿，是打游戏啊，怪不得小范今天看着有点飘忽不定。没有啊，还好了。大家好，老范好，你好，你好。第一次这么早赶上直播，先点赞，感谢。欧洲杯啊，对足球这个事儿已经完全不想说什么了。昨天还看到一个粉红啊，在那儿讲说他在爱尔兰留学，然后呢，一个爱尔兰人说，我想问你一个冒昧的问题，然后他就觉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甭管你问什么，我都要给你怼回去，对吧？结果人家问了一下，说你们这足球是怎么回事？哎呀，说马上就觉得一身的热血全都不见了，这真没法整啊，这个常见嘛，第一次，你这个肯定不是第一次。这个你好，你好，五月闪人啊，你老范还大2岁，压根儿不是学计算机编程什么的，听散人介绍过来的，听了好多期就停不下来了，错过直播还会看啊，感谢感谢。这个老范今天是要见证吧？哎呀，这个尽量不见证啊，这个见证这种事儿还是不能乱讲。我看看是不是到点儿了？哎，8点整了，好，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好，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今天2个故事啊，第一个是拱白菜的猪后悔了，第二个是马斯克讨薪成功，大家上车了吗？我们来开始讲第一个故事。这个拱白菜的猪呢，实际上是一个梗，这个梗是3年前来的。当时呢，有一个河北衡水中学的学生去参加
一个演讲比赛啊，这个学生叫张西峰，他呢当时就满怀激情的上去讲说，我就是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高考就是要改变我的人生，我要进城去拱你们这些白菜，对吧？城里的白菜，我是一只土猪啊！他讲了这么一段，然后当时呢就舆论哗然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大家觉得你农村的孩子到城市里头来，你就是个土猪嘛。这个城市里的这些姑娘哪轮上你糟蹋呀？而且呢，作为土猪去拱白菜这事儿呢，有非常明确的性暗示在里面，对吧？甚至说他不尊重女性啊，这个事儿都是可以套得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孩子，当年也是备受关注。现在3年过去了，这个孩子呢，现在浙大上大3，对吧？3年前的吧，现在上大3，计算机系的。现在问他说："你后悔了吗？"他说："我后悔了。"对吧？最近呢，这个很多人都在讲这个事情，说他到底后悔什么了？啊，首先呢，讲一下说这个节目啊，是今日头条跟凤凰周刊一起做了一个节目，专门找了这哥们儿来采访了一次。采访完了以后呢，总的感受是什么样？就是我还专门把这个视频反复看了2、3遍啊。这孩子其实还挺好的，逻辑很清晰，讲话很有条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啊，也觉得当年的事情呢，也做了一些解释，说为什么说这个话，对吧？但是呢，也并不后悔，也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说我也不需要道歉什么的。啊，当然你说他到底是这孩子自己非常有清晰的条理呢，还是最后这个剪辑师很厉害呢？咱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像我们这种一镜到底的，只能靠自己的条理性了啊。但是他那个有很重的剪辑的痕迹在里面。首先讲这个关于土猪，这个张西峰呢，当年是参加了一个演讲比赛，啊，比较早参加了，录播完了。然后这个演讲比赛呢，这个是在高考之前放的，对吧？在高考之前放了呢，这个其实这个小孩当时已经把手机都收了啊，就是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啊，只是参加了演讲比赛，录制完了他就回去了，然后其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呢，他也讲说，虽然这个土猪拱白菜这事儿有很强的性暗示，他说但是衡水中学这么个地儿，对吧？在那儿上高中，你哪有空交女朋友，哪有空想这个男女之事，就是所有的精力都压榨出来学习了。而我们真的是站在那儿一会儿都得拿出单词本来背2个，对吧？这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男女之事的这种想法。所以呢，他觉得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啊，并没有真的有一些这种性暗示的想法。这也是说他为什么说我也没干错什么，对吧？结果等这孩子高考完了离开衡水中学出来的时候呢，就出事了啊！一出来以后发现直接被记者包围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们围着我干嘛呀？对吧？然后这帮记者就冲上去说："哎，土猪来了啊，赶快要去采访他一下。"啊，这个他就根本搞不清怎么回事啊。他父亲呢是开了个帕萨特去接他，他呢当时也是有影像留下来嘛，是这个推着个小车啊，这个小车上呢是他的什么行李啊、被褥啊，都住校嘛，然后一些书本，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个人物品，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快速的装到车上，然后落荒而逃了。然后事后很多人就说，哎，说你不土猪吗？你不农村来的吗？你怎么家里有帕萨特呀？啊，帕萨特还不算是一个特别便宜的车哈。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然后他就在那想，他说我后来回想起来，我说我是从农村来的，我也确实是从农村来的，但我也没说我们家徒四壁啊，对吧？我也没那么穷，对吧？这个，而且他也说，他说我不觉得家里如果开一辆10几年的这种帕萨特，就是多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对吧？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普通家庭的事情嘛，对吧？现在这种车也都普及了，然后学校呢还出来帮他辟谣，问他说："你车是不是租的？"这实际上就是诱供嘛。说如果你是租的，我们就帮你去说去，我们帮你把这个摁回去。他说："不是啊，这车就是我们家车，这没问题啊，这有什么问题吗？"后来学校也就没有再说这个事情。说他后来去到一些这个叫做超市里边去啊，然后一帮人就指指点点说："你看，这就是那土猪啊，土猪都开上帕萨特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于他来说呢，肯定也是压力很大的。他现在呢也回想起来，他说："哎呀，说给衡水中学呢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他对这件事情倒是有一些感觉歉意啊。
为什么呢？他觉得通过他的这个形象呢，让大家觉得衡水中学的这些学生好像头脑简单，不通人情世故，然后就是这种穷凶极恶，考完试以后就要去拱城里白菜的猪一样的这个形象说这个形象塑造的不好。他讲了说，衡水中学的学生呢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各种人生追求。我们也不是高考机器，对吧？他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虽然高考是20多年里头人生命最重要的一次选择，但是后面的路还长嘛，他也才20来岁嘛，这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呢我倒是认可了而且呢他说你看讲到衡水中学这个事儿，大家就想到是不是小镇做题家呀？说这种小镇做题家这个事儿是有很大的歧视在里面这点呢倒应该是叫什么？叫第一叫英雄莫问出处，第二呢就是莫欺少年穷，对吧？你管他是不是小镇做题家呢？小镇做题家里头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这些人比如说在某些方面会更加狭隘一些，眼光更窄一些，或者说可能更能够应对一些这种考试的技巧，对吧？但是对于一些真正灵活应用或者逻辑思维会差一些，但是这个呢都是刻板印象，对吧？这个里头保不齐有哪个就厉害了，就真的思维很清晰的这种，也是有可能有的。你不能因为他的出身，你们就都是这一类不可能有其他变化了，不能把它锁死这个事儿呢，还是就是这个小孩子还是讲得很清楚的我也比较认同他。然后呢，他对自己的高考呢，其实并不满意。这家伙大概考了670几分然后呢去了浙大，然后问他说：“那你这个分已经很厉害，因为考到浙大已经算非常强了在中国，清北肯定是一二，到底谁是一谁是二呢？一般大概北是一，清是二吧。然后呢，至于谁是第三这件事儿呢，就有很大的这个争论。比如说浙大上海交大、复旦这几个呢都是愿意去争一下的，所以这个事儿不好说所以他670多考到浙大，他呢自己感觉什么，就是对不起他的付出和努力，说我付出了这么多，那简直是说这个高三对吧？真是人的半条命都搁里头了就得到了这点分他说我一直就属于考不太好那种说如果再多10分就够上清北了那么他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去清北的，但是到了浙大呢他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吧，说学习非常痛苦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辛苦了那么到了浙大以后呢，他也是觉得说，他说我发现原来的所有技能点都点在这个应付考试上，那么到现在需要进行一些钻研研究性的东西的需要去想一些不同的东西，发现适应不了了，对吧？学不会了他说他到浙大了以后，功课也是很辛苦学不太会，然后呢，很多的课程其实成绩并不好那么这个呢，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觉得说，哎，我已经够了就是高中这一把，已经彻底的够了，再也不想考试了这个事儿应该大学要享受大学生活了。那么说后悔了这件事儿呢，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学计算机学后悔了，为什么呢？他说当时在进浙大的时候选计算机是怎么选的？当时想的是学计算机挣钱多然后就选了计算机。结果呢，这个到了浙大以后发现学不会，就是计算机的很多课程呢，跟他这种高中需要死记硬背，需要这种简单的一些这种逻辑分析以后，然后剩下大量的进行这种格式化输出的这种考试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他说不行没太学会。但是我觉得孩子也挺聪明的，并不一定是没学会，他有可能是把精力放在其他地方了，待会儿咱们再讲。那他讲的说高中的压力实在太狠了，到了大学就开始反弹，对吧？他说这个很多的衡水中学的学生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高中太狠了，然后到大学就反弹，说我就不想学了，一下就厌学了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那么他的成绩呢，就基本上算是80分水平吧，就是其实也还算可以了，这个不算差，但是呢，肯定也不是最好的那一批。这个大一大二呢，他也没有好好的学习出去玩了很多，旅游参加社团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估计他如果是把精力重新放到学习上，计算机也并不难学嘛，对吧？他只是没有放在上头。
但是呢，他也讲了说，哎，我们出去玩了这么多，对吧？但是并不后悔，成绩虽然不好，啊，也不后悔。为什么呢？他觉得啊，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成长，要比多考那几分更有价值。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上了大学呢，就还是要多出去旅游，多参加社团活动，多去跟人打交道，对吧？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走在了很多大学生的前面了。因为我们以前也用过浙大的学生，也用过很多比较好的学生，能到他这样的谈吐，能够讲清楚，能够拉着人去做事情，其实已经算是出类拔萃了。但你说你学了计算机，到底是坐在那儿闷头的写程序、码代码呢，还是说，哎，我可以把这事儿说清楚，可以拉着人一起去思考我们要做什么啊？其实我觉得后面这件事儿要更难一些。啊，当时选计算机啊，讲了啊，这个为了挣钱多。现在呢，觉得有点愧对当时面试的老师啊，不知道浙大这个内部为什么还有面试啊？对浙大不是那么了解啊，他应该是进去了以后，我估计他的分在浙大算高的，应该可以选科目啊。他选了计算机，应该有一个面试啊，面试的老师还很看好他，结果呢，发现学不进去啊。这个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啊，这个是什么问题？这是个社会问题。就是当软件和互联网一下就不行了的时候，你咋让他学进去，对吧？这个计算机本身也不是一个那么好学的课程，它还是有点小枯燥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现哎又不行，对吧？大厂一个一个都在裁员，然后哪一个大厂都是负面，然后也没有英雄，对吧？这个其实年轻人真正需要的是英雄，我们可以有跟随的方向，这样他才会愿意去学。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所谓的跟随方向是什么？就是有人造富了啊，就是突然一夜暴富，马云啊一夜暴富，然后谁谁谁一夜暴富，一定要有这样的故事。结果现在没有这样的故事，对吧？现在都是这个35岁这个毕业啊，都是直接进了大厂被淘汰，全是这种故事，对吧？那他就会觉得很没意思啊。你就算是一个正常的人吧，你要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头，你怎么能够提起兴趣来学呢？对吧？这个是真正让他后悔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的计算机行业、我们的软件行业、我们的互联网行业，怎么一把就不行了呢？对吧？我也没想明白。然后这个小孩对未来的规划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迷茫啊，对未来有一点点迷茫。他说：“这我也创过业啊，他创了业，找了一帮人，干嘛呢？起了个抖音账号，然后也挣了点钱，对吧？拿他自己挣的钱，还在外边租了个房子。其实你看这小孩子挺能干的啊，说付了5个月的房租啊，然后就准备把这5个月的房租租完了以后呢，就回到学校里边去住宿舍。啊，住在房子里头呢，他自己整了个这个麦克风，还在那儿录各种的播客节目啊，也挺好玩的一个孩子，对吧？念书，然后在这儿那个录播客，然后这个现在还想创业啊，就是他想做什么 AI 加教育方向啊，这个 AI 加教育呢，肯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啊。他说我们还想再去创业，但是提到教育呢，这个衡水中学出来的孩子呢，总觉得有点惭愧，对吧？哎，他说你看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也可以去讲教育吗？对吧？然后反正但是他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人不应该受到这种折磨，就是高三的这种折磨，对于他来说应该是已经折磨他有一些心理阴影了啊。他觉得你虽然要学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为什么要受这个苦？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稍微的愉快一些的方式，能够让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啊？这个其实很多 AI 加教育领域的人都在干这个事情。当然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学知识啊，而是为了考试。如果你最后是为了考试的话，就没有愉快的学习方式。衡水中学那个方式，可能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式。然后他大三嘛，现在也在找实习工作，对吧？但是呢，一次一次都被拒绝了啊。这个，你想他在杭州啊，浙大在杭州，这个阿里系现在裁员裁得开开心心的，对吧？其他在杭州的公司实际上现在都在裁员啊。那么以他这样的一个，还是有 buff 有光环的一个学生，你想去找实习，对吧？你的功课又没有那么好，真正写程序又写的不太利索，然后呢，还是一个这个惦记进城拱白菜的猪啊，有这样的一个光环叠加在身上，他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被拒绝啊。他说我今天又被拒绝了啊，找不到实习地儿啊，怎么办？啊，这个也很痛苦了。说找工作呢，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现在不允许公布数据了啊，就是大学生毕业了以后，到底有多少人找着工作了，签了多少约，现在不许说了，是吧？据说今年的这个数字是直接崩了，即使是一些名校啊，像浙大这样的学校，毕了业的学生也不能保证都签约能找到工作，这个事儿现在非常非常难，对吧？那么，而且现在就算是已经签约找到的工作，这个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大概是6000多啊，到不了1万，大概只有10%还是多少人能够达到1万的月薪，这个对于在大城市里边去生存其实是蛮难的，啊，这个小朋友也讲了，说对于杭州这个城市呢有非常强的疏离感，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地方不接受他，对吧？东西很贵啊，房子也非常非常贵，根本就买不起，他也留不下来。他呢，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啊，虽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不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他说我不想考研，对吧？他说我可以去出国啊，也想进大厂，因为作为码农来说，进大厂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嘛。啊，但是考研就不考了啊，说为什么呢？就是考够了啊，这辈子经过高考以后就考烦了，再也不想做任何考试了，对吧？这个也不是做研究的命啊，让他真的钻研计算机技术，他说一点都不快乐啊，这个我觉得很棒啊，就是他知道自己要去做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做这个不快乐的事情，啊，能够想清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孩子算是比较成熟的，啊，这个也许未来能够出国吧。总结一下呢，我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东西？第一个呢，是一个因为偶然因素被关注到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肯定不是说他就家里就怎么样了，或者就多么突出啊，并没有那样，只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演讲比赛，但能够参加演讲比赛，能够上央视、上电视的，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曾经说过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认为他是童言无忌吧。这些年来呢，有一些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他，这个张西峰啊，这个讲着要进城拱白菜的土猪啊，还有一个呢是去年有一个孩子，是我忘了哪个学校的一个小姑娘，长得不难看啊，这个咬牙切齿的在那儿这个高考誓师大会对吧？然后也被大家拿出来网暴，这个说你看这孩子啊，这咬牙切齿的要干嘛？就是最近呢有一些这样的小孩，但是还是童言无忌，对吧？你像他一个高中生，他见过什么呀？他的思考能够成熟吗？他能够为这样的一件事就让他背一辈子吗？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嘛，这个事儿，对吧？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去犯错误，要给他们这个宽容度吧。但是这个孩子呢，并没有被前面土猪这个事情所击垮，对吧？他实际上是被很多人围攻了非常长的时间，啊，但是没有击垮，然后自己也想得很清楚，就杀不死我的，将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的吧，就是比当时念土猪那段文字的时候，啊，已经从容淡定很多了。他呢是中国变态的高考制度下折磨的这种幸存者，对吧？他毕竟还是考到浙大计算机系了，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了，啊！我儿子现在我估计连想都不敢想考到浙大计算机系这种地方，分儿够不上，啊，这个还是非常难的啊。孩子的素质呢也不差，品性呢应该还可以啊，至少说话自信、条理清晰，这点是有的，而且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也能感受到社会在他身上的压力。真正迷茫的、真正后悔的，其实是社会的迷茫反映在他的身上，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计算机、软件、互联网行业基本上被锤死了，对吧？大学生毕业的就业率很差，在杭州阿里的大本营啊，这个你别说找实习了，阿里的人失了业都出来去做外卖了，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他来说，真的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以前那些喜欢学计算机的人啊，其实很多也是因为计算机行业里头英雄辈出，所以喜欢，对吧？有比尔盖茨，有扎克伯格，有这个马斯克，然后有这个国内有马云、马化腾，对吧？这个李彦宏，这个都算啊，刘强东差那么一点啊，那是个卖货的，对吧？这个大家还是觉得有英雄啊，我们要沿着英雄的路线往前走。现在呢，英雄要么倒下了，要么出去做网红了。对吧？其他人呢，基本上都躺平了，工作呢找不到，大厂进不去，就算进去了呢，35岁也会失业。这个呢，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迷茫，
他自己能够坐在那儿说，哎，我有点迷茫，能把这事儿表达的很从容淡定，已经比更多的孩子其实好非常多了。那么给这个孩子的建议是什么呢？就这种人啊，估计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了啊，他再想去找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现在很难。像经济好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大厂会把他们招进来，做什么管理培训生啊，或者做一些这种这个比较高端的一些职位。但是现在的话，应该都不会了啊，自己里边的这个岗位还不够那个填坑的呢，对吧？所以他想找工作很难啊，而且现在呢，很多大厂招聘也不要这种有个性的孩子，就是来我说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然后做完了以后赶快这个出结果啊，出完结果以后就可以把你开掉了啊，所以他并不适合干这个事儿啊，让他呢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挺好的。现在呢，AI 时代啊，他不是想创业嘛，去创吧。这个小团队跟个人的能力其实被极度放大了。创业呢，有几些条件啊，一个呢是，比如说资本比较热啊，然后市场比较好，这个现在都不具备。但创业需要的另外一个条件现在是具备的，是什么呢？叫试错成本足够低。AI 时代呢，试错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不再需要大厂了。原来我们必须要到大厂里去才可以做出什么东西来，现在不需要了，对吧？我有这个 AI，有各种的工具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对于社会的洞察，对于人性的理解，我相信这个孩子还是要比那些真正去码代码的那些人要强一些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 AI 的配合下，没准能做出点东西来啊，或者说让他失败个2、3次以后，也许能做出点东西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对他的一个建议吧。在这个 AI 时代呢，社会的组织架构会被进一步打破打碎啊，每一个小的团队，每一个个人都有机会。当然了，这孩子呢还是需要经历社会的磨练和毒打啊，这个事儿是跑不掉的。这个呢也算是成长的一部分吧。能够出去读书啊，换换环境也挺好啊。他反而是想出国啊，这事儿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也许出去了呢，就没有这么迷茫了，对吧？啊，这是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土猪的故事啊。今天这个故事呢稍微短小一点，但是也还好吧。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还是看着挺开心的。呃，我看看有什么评论。新加坡挽救了中国足球，哎呀，这个实在是很二，这个事情，对。这个中国足球啊，算出现了。这个门将现在已经入驻抖音了，对吧？光给他刷这个什么刷礼物啊，就是大家看到他们家那个椰浆饭的那个支付宝的那个码直接就从中国开始往那个里头打钱，大概打了几千万，2000多万进去，这个还真的是够狠啊，真的是够狠。现在那个他那个支付宝已经被银行冻结了，对吧？这个大家别再往里打钱了，但是入驻抖音以后，大家可以刷礼物了，也挺好的。请教文石看书好用吗？用买键盘套吗？这个文石看书还是挺舒服的啊，键盘套是没必要的。因为它的屏幕反应慢，所以你在那个上头打字的时候呢，它出来的基本上1秒钟1次到2次的这个刷新率啊，所以基本上没法使用。这个也是5月介绍来的啊，感谢。第一次赶上直播，你咋每次都玩这个呢？这个我也是听姚博介绍的啊，不过好久不看他了。哎，这个你看你这名字，这个我是偶然看到，觉得话题有趣，点击了，就上了这条贼船，好吧？对，这个我是前一段时间还碰到一位女士从这个德州过来的，然后做的各种菜肴，做的各种东西跟你这个很像。原来我还问她说：“你们俩是不是一家子？”说：“不是。”说：“我们就是各自做各自的，在德州都是喜欢做菜。”
来了，感谢。计算机仍然是未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肯定环境没有那么好了。我记得原来有一个朋友是百度的，然后百度呢有一段时间是天天被央视点名骂，然后他的家人啊从外地打电话来说，哎呀，说你还好吗？你有没有做什么坏事情？他就觉得很冤啊。当然，百度也确实没干什么好事儿，但是你说这个事儿是老板的事情，对于他一个底下执行的人来说，他也觉得挺冤的，对吧？但是你一旦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下呢，确实是会，呃，让很多人很迷茫。点赞点赞，感谢。原来五月散人叫，不知道他叫姚啥啊？就知道姓姚。这个大家好，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一周好吧？看来这个，哎，不对吧？周三你没在吗？David 啊，这就是没挨过打的单纯孩子，他如果能不改初心的，倒还能闪耀一下，我觉得，哎，没必要。你不改初心就变流氓了，对吧？真垫进去拱白菜就变流氓了。他还是个孩子啊，不能太苛责，是这样。同时，也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就能被洗出这样的认知啊，更让我坚定了将来不让孩子参加高考的决心。是，我也希望你能够早点让孩子溜出去。他说的是做题家教育的通病，这是俞敏洪的军功章。哎，俞敏洪也算是在里边做了些贡献吧。老范有赤子之心，难得啊，感谢。来了来了啊！我以为你们说的五月是土猪呢啊，五月开了个新频道，是土猪开饭啊，还挺好玩的节目。哎，我还没去看，待会儿我去研究一下。土猪开饭是吧？啊，这个去研究一下啊。编程是工程类啊，考试好的真不一定有工程思维，因为写代码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只是题目，就通过一个公共的公式来套，那代码真的写不好的，是这样的。而且写代码就是要解决各种问题啊，而且没有标准答案的各种问题，这个还是需要一些能力的。他想开小酒馆，是的，讲了想开小酒馆，想在里边唱歌，其实都挺好的，只是这个社会环境是不是允许他而已。但是他也惦记说好好工作几年再去嘛，没有说现在就去，对吧？这个认知其实和是否参加高考没多大关系。我就高考过，写高考作文你就按照高考作文的逻辑自由切换就是了。同样高考的有些被洗出这样的认知，有些明辨思维锻炼发育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他呢肯定是参加了这种，就是衡水中学确实是中国比较有名的几个高考工厂，一个是衡水中学，一个毛坦厂，可能还有几个，就是特别的这个残酷的这种高考工厂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狠。然后在那里呢，就是人一定是会被怎么说呢？会被磨练的啊。在国内赶上直播啊，挺好。对，第一次赶上直播 ，Kiss No Fair，你这个应该不是。今天用电脑看直播可以评论了，用手机看也可以呀。这位小哥应该去做网红，可以卖优质猪肉，他还是卖优质白菜吧。小范准备报考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我们现在就等25号出成绩啊，在出成绩之前呢，想太多其实没有什么大用。拒绝也正常，符合他光环的老板也给不起他要的，不符合他光环的就直接给拒了。现在呢，肯定符合他光环的老板现在也不惦记干什么了啊，太卷了，卖货，哎，但也还算是个生意吧。赶上直播喽，哎，感谢。
编程不一定是工程类了，你去看他们如何搞出快速传理，要什么变换傅立叶变换啊，快速傅立叶变换。这个写繁体字就经常会认错，基本就能是这个认真思考如何编程才快速，结果编成了科研啊。这个有啊，就是真正的做研究的这些程序员我见过啊，但是呢，他们是做不了工程的，就是他写完程序以后，你得专门再找一个人给他重新翻译一遍，否则他的程序在工程项目里头是没法跑的。他应该有点幽默感。当年被别人说拱白菜，那就代言猪肉了。这个其实都可以啊，这个还是要看他具体想干点什么。然后在现场也唱了个歌，唱的其实也还凑合吧。第一份工作非常难啊，我想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情景。这个我大学毕业是95年啊，一个学计算机的人找工作，其实还是比较开心的那时候。那时候大学生少，卖优质猪肉干嘛不是卖白菜？其实都可以啊。对啊，最近48小时之内第一次赶上直播，哎，这就对了。人大征宁姐啊，那个姐们儿去人大了吗？这还真不知道啊。白菜的话，可能还是城里的好一些。这个其实真不一定。现在呢，就好多讲这个什么，这个农村的男的找不到对象啊，然后呢，这个农村的女生进了城以后，这个眼界就高了，就再也不惦记回去嫁这些农村的土猪了，对吧？就这个女生变这个优质白菜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男生呢，进了城以后，就是大概率还是土猪。人挪活，树挪死，换环境，对，他就应该老实去国外就好了。讲真啊，这种思维有点是被国内考试弄得有点歪。学习是终身的事情，如果认为学习是等于考试绑定了，那真的是有点教育失败了。但是你国内就是这样的，而且是怎么说呢？如果没有考试，所有就做教培的都会死，对吧？这个因为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教培，真正有兴趣自己去学习的有几个，对吧？教培为什么都去搞这个焦虑啊？都去贩卖焦虑，都去 PUA，都是讲啊，你输在起跑线上，你再不学就要怎么样了，才能把这个课程卖出去。但是你就算卖出去了，你能改变高考升学率吗？你改变不了的。那么怎么办呢？都是希望我怎么把别人卷死，对吧？全是这样的。我儿子上高三的时候，最后有那么1个月还是多长时间，班上有些同学就没了，就不来了。然后他们去干嘛去了呢？1对1，啊，一天大概是4000多还是3000多，一天的那是，对吧？然后就是最后1个月就全是1对1，这个基本上是可能是花个10几20万，然后呢把所有的课程整一遍。就有的孩子就干这个，干完了以后，你说这是在北京，还是得有点钱的孩子，对吧？你一般的孩子，你要真的在一个偏远的地方，你敢这么干吗？你能找到这么多好老师吗？对吧？你能够这个什么凑得出这么多钱来吗？对吧？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整个这个产业链是畸形的，这个没办法。先为幽默感道歉，哎呀，没必要，被锤死了。最近我一直思考的主题是怎么才能证明我读过大学？哎呀，这个其实不需要证明，主要是中国市场垮了，现在做国内市场的啥都难啊，做外向型培训可能机会多，因为都想润，是这样的。确实有很多的在去做留学中介呀，做什么这一块还是有蛮多机会的啊，想跑的人非常多。这个老范这说的是谁啊？刚才前面没听，是一个衡水中学的学生啊，在3年前，电视上演讲说，我就是农村的土猪，我要到城里去拱白菜，只要高考了以后，谁也不比谁差，大家都一样，啊，是这么一个孩子，啊，迷茫要趁早啊，这个其实无所谓，你看我还迷茫呢，对吧？土猪白菜是这样的，AI 时代数据哪里来呢？
有爬虫啊，而且有很多开源的数据啊，数据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值钱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搞。很久之前那个说一定要进城拱白菜的畸形，当时是高中生啊，现在是大学生了。其实也是被城乡二元社会激怒的年轻人，值得理解。对，他呢也在讲说，你说高考完了以后，他算是被高考改变命运了吗？后来想想，他说还是算的啊。他如果真的没有考出来呢，他也就回到农村去了，对吧？所以他还是改变了人生的。这封面画的是封面图是什么做的？真帅啊！这个是 Midjourney，先点个赞，感谢。流量为王时代，怎么红不重要，重要的是流量。这个其实真不是啊，就是看你红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名声臭了红的，这个你的商业价值会受到损失的。这个标题是一语双关啊，这个也没说什么，你不要瞎理解啊。确实出去了就没那么迷茫了，是的。对，这个其实你真的看到很多欧洲的孩子，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孩子，他们就想说，哎，我快快乐乐的，我要去这个做一个蓝领，然后我要怎么样，这个开开心心过一辈子，那真的是让人羡慕的生活啊。之前那个说一定要进城拱白菜的畸形大学生，其实啊，这个是刚才看过一遍了啊。迷茫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事情。啊，如果迷茫的时候还在做事，那还好；如果迷茫之后停止不前，那就真的会迷茫一辈子了。等到想明白了，大概率过了那个能做事情的年纪了。哎呀，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真的应该停下来。像我现在也在思考，是不是应该停下来？因为我一直保持日更的状态呢，就没有时间去好好想应该干点什么。但是反正能力在这儿，就一直日更着，也就还做的还行呗，跟大家一块聊聊天，也都挺开心的一个事情。人不迷茫枉少年啊，其实我觉得能够承认自己迷茫本身是很好的。如果一个人说啊，我一点都不迷茫，我这个知道是要去做社会主义接班人，那个才可怕呢。啊，是迷茫了，说明他在思考了。证明是否读过大学不难啊，做一个霍金的时间简史。读不下去的或者读了不知所云的，基本上是没读过大学，这个其实真不一定。新加坡门将好像是收了3000多万，是的。第二次赶上直播，你这个过分了啊！我觉得至少看见你10几20次了。不过是时代低下的一个缩影啊，土不土猪，还需要孩子自己修行。是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叫自己修行，还有一种呢叫自我认知，就是第一个是别人看你是不是，第二个是你自己看你自己是不是，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说我要不要把自己装扮成不是啊？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是，然后非常敏感，任何人拿着猪的猪肉过来，我就觉得辱华了，这个事儿也很无聊。原来有过统计，像衡水中学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后力不足，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厌学。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他总是有些人说我厌学了啊，有些人说我可以继续保持原来的状态往前做，还有一些人呢，这个没准可以做得更好啊，都有存在。这种统计呢，其实有些有意义吗？也有，但是意义不是那么大，特别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5月介绍来的啊，经常看直播，感谢。真正成长的人，回看几年前的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特二。这孩子相比同年人来说，已经算悟了，所以觉得这孩子还是优秀的。是的，这孩子还算优秀。你们家娃报什么专业？先等看分啊，先等看分。我估计应该到什么学校是关键啊，专业应该基本上就是去学 CS 了。
出去走走吧。这个之前一个河北大学的孩子出去走走，写了一个 GPT 界面代理，回来之后被教育大厂录用了。现在觉得自己可以搞点宗教级别的 APP， 理想越来越丰满。这个宗教级别稍微有点吓人啊。其实我觉得这孩子，像你说这孩子出去了以后就不该回来，回来干嘛？泰内富说所有的 APP 今天都要用 AI 重写，这就是他说的方向啊。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我印象很深的是老范非洲小哥跳舞那期，真的是很开阔眼界。这是哪期？那期是不是被我收起来了？第一次赶上直播，好吧？这个你前头可能说过别的啊。老范孩子不准备出去上吗？这个他反正现在参加了高考了，他还是比较喜欢在北京啊，就让他在北京待着吧。这个后面再说。散人居人不姓纳，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满人后来在民国的时候，很多都是改了汉姓啊。这个确实他们那阵儿是有姓姚的。AI 时代什么都有价值。什么最有价值啊？数据、算法、算力、应用场景，还是缺一不可。其实我觉得 AI 时代对于人的理解，对于社会的理解是最有价值的，剩下的其实都有的是人干。主要是市场机会没了，现在和08年经济危机之后，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企业没机会赚美元外汇了。反映到国内就是通缩，因为海量的制造商品没有机会换美元了，只能含泪降价内卷。反正总的来说还是稳中向好了吧。一直都是用谷歌 TV 电视看的啊，感谢。谷歌 TV 电视是没法发评论是吧？看来是。问个题外话你觉得拼多多上 iPhone 能买吗？能啊，我的 iPhone 就是拼多多买的。大陆行货和海外版有区别吗？肯定有区别。但是你在拼多多上最好还是买行货那个是真的。我应该是80年代小镇做题家农村出来的孩子，88年上的本科，92年大学毕业回老家工作，闺女也自然出生在小县城。2012年闺女高考，这个浙江省47万考生，他排前100录取清华，哇，这个真厉害。本科从理工科转文科，毕业后去美国读法律，现在大所工作，算是小镇做题家涅槃的典型吧。你真的是这个实在是太凡尔赛了。这个能在浙江考到100名这个排前100名，这个非常厉害。刚才咱们讲的这位张基峰呢，是在河北省排了200多名然后排到浙大去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是完成了高考了，我们就不应该再管这些人叫小镇做题家了，对吧？到了那里以后还是众生平等。这周第一次赶上直播，好吧？看来周3的没看上完了一会儿回来看回放这个搬砖去了那努力干活吧。在石景山山姆听直播，你这个比较近这个之前公司在海淀，据说有次换领导旁边的学习烧了1天的东西，什么意思？这个没看懂这个话很多高级点的工程问题都需要非常扎实的基础学科知识，那些大部分还是通过传统考试手段才能选拔出来。做题有做题的厉害之处，不服不行。应用题就是这个实现现实问题的抽象，只是我们的应试考试做题太多，有些太过分了。这个呢，其实还真不是。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咱们的考试呢，现在为了能够把人选出来，已经卷得一塌糊涂了，对吧？这个题已经完完全全偏离了正常解决问题的范畴这个已经完全没法整了。所以现在这种能够学习怎么考试，学了3年，
然后还考得不错的学生，你真的让他去解决现实问题，他解决不了的啊，这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解决一些基本的高级工程问题的这些基础科学知识，也不是靠考试的方式能搞定的。因为我们学计算机嘛，就经常有这个上大学的时候，考试好的同学最后干活干不出来，这太正常了。那时候都是女生考试好，然后干活全是男生。啊，这个当然不是歧视女性啊，这个女生也有干活厉害的，只是数量稍微少一点。啊，最近开始给推老范的旧视频，油管开始关注你了。哟，这也是个好事情。有个大话题想听听高见啊，电商对实体的降维打击有解吗？什么意思？电商对实体的降维打击，怎么叫有解吗？就实体经济也需要换思路，对吧？你需要叫体验经济，体验为先。你就像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店铺都是体验店，就是你可以到线上去买，但是呢，你可以到线下来看，所以它要结合起来。你说我要生去跟线上去对抗，那基本上是一个死啊，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中专女生爆冷杀入全球数学竞赛，这才是真正的热爱，而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这个呢，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事件，它不代表没有任何代表性。啊，你不能说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以后就到这个中专去招这个数学生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而且以后呢，国家可能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发生，会走这种强基计划，就是你如果数学特别好，其他比较烂，啊，那你也可以去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呢，我们的根本是不会变的，根本是什么呢？就还是得考试，对吧？这个你考不上就是考不上，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没有人为设置的城乡差异，土猪不土猪真的不重要，哪儿的白菜也都很香啊。这个其实现在已经不是人为设置的城乡差异了，以后可能就真的是北上广深这些大的超级城市，跟那些2、3线城市之间都会有巨大的差异。因为现在房地产最后解开限购是什么？就是在把周围那些2、3线城市的人全吸进来买房子，就在干这件事儿。那么以后这些2、3线城市的小孩儿啊，他们能够见过、吃过、玩过的东西，就完全没法跟北上广深的孩子比。工程问题啊，也是需要大量的实践的，和研究真的是两个课题。是的，老范你不迷茫，你知道自己做啥，自己能做成。这个其实我也有很多东西想做，但是没敢下手。今天的内容太假大空了啊，这个无所谓了。这个有人爱看，有人不爱看。这个你好啊，美国有一个社会研究说，大家表面都平等，但婚恋市场上跨种族通婚其实比例很低，成长经历和社会经济背景还是非常难跨越的。在非常私人的领域，例如婚恋，就发现我们并不是那么白左。最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啊，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去问那些考公上岸的年轻人，说你们要找什么样的对象？说我们只找公务员啊，不是公务员的不要，啊，必须门当户对，对吧？这个你说多么神奇啊！说现在绝大部分的公务员行业里面的这些男女生们，都是在公务员体系内去择偶啊，这个他们的择偶标准就是这样。以前大学生说迷茫是一种时尚，表示自己还有点诗人气质。现在迷茫成了现实问题，因为现在所有人都迷茫，你咋办呢？SD3开源模型放出来，原模型80亿啊，开源20亿，全面都在讽刺，效果极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参数少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参数少跟多呢有关系，但是关系也没有那么大，因为 Stable Diffusion 本身就是靠大量的 checkpoint 模型和 LoRa 模型一起来工作的，对吧？他们现在拿着这个 Stable Diffusion 3 Medium 的这个就是中间量级的这种
模型进行裸跑，就压根儿就跑不出它的这种真实水平来，对吧？你给它打上各种的补丁啊，它效果也还是 OK 的。我反正坚决不能让孩子厌学，所以只能引导孩子学习和兴趣。这个说着容易，没那么容易的啊。今天的那天什么意思？没用的大道理居多啊，这个信息密度好低啊。这个人好奇怪啊。能在北上广深待着啊，就真的不要去别的地方，还可以出国呀，对吧？还可以到国外去混啊。这个就看到了比较奇怪的东西啊。润就另说了，是的。然后好久不见啊，这个，晚上好啊，晚上好。这个是好久不见吗？好像是啊，这个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了。让孩子去广州上学，环境非常重要。是，但是你到了广州上学，你是要在广州能高考才行。我侄子因为高考有马虎丢了些分啊，他说他心情很不好，可我这几天看他从早到晚打王者，乐得哈哈哈的，好吧。我儿子这两天是看美剧，然后呢也还学一些东西吧，学英语什么的，然后打打艾尔登法环。南方姑娘好，哎呀，我觉得姑娘看对眼就好，管她南方北方的。腾讯股价这2个月比较妖，是的，腾讯股价还是涨得比较不错的啊。打错了，是换领导之后，旁边的学校烧了一天的东西，在苏州街那边。哎，这什么意思呢？没搞懂啊。想起了林妙可，那因为奥运会假唱被从小骂到大，现在抖音小网红的粉丝还不如一个小网红多，名气并没有转换成收益，现在就是一个普通人。哎呀，这个呢，其实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商仲永的故事，对吧？这种一开始就搞这种流量出圈的，确实比较难，而且中国人呢不知道什么叫原谅。对吧？比较没有宽容心啊，这是民族性的问题，也是现在社会环境的问题啊。看任何事情都比较敏感，所以这种孩子呢，也确实会艰难一些吧。我记得当年是演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风声》那个片子，那个女的也是这个穿的比较少嘛，在国内也是被骂，骂完了以后，人说那走吧，去英国，在英国重新学话剧还是学什么东西，然后开始在海外发展，啊，现在又开始回来，也没什么问题，对吧？其实这种就是想开了，就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我儿子信息管理的啊，读了1年感觉这个专业没有前途，他想学 Java，想请问需要考证吗？这个不要学 Java，现在学 Java 挺辛苦的啊，而且呢，这个学 Java 基本上就做螺丝钉了。这个各种语言啊，Java 是比较有特色的。Java 最适合干什么呢？它的特色是适合大团队协作。就是你说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啊，需要这个2000人一起来去做这个工程，那么最好是用 Java。为什么呢？因为 Java 的那个就是它的语言非常严谨啊，那么在这个里头有螺丝钉在里边去干活的时候不太容易犯错误啊，所以学了 Java 以后基本上就是螺丝钉啊。考证其实现在没什么意义，至少在国内不看着玩啊，你还不如真的能够做点什么东西把各种 Java 的这个东西学习一下啊，但是不建议他学 Java。这个信息管理呢，还是要好好的上一些课程。真正说，如果对计算机感兴趣的话，最好的方法是玩 GitHub 啊，在那个上面把人家的代码去好好的折腾折腾，然后给人提一些意见啊，然后呢贡献一些代码，这个是比较正确的方式。中国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淘汰孩子啊，不是测试知识这个掌握啊，太残忍了，这个没办法。因为你就是要淘汰一部分，然后才能让剩下的人去这个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继续往前走吧。听一个台湾在北欧的教育学学者啊，他介绍了那边教育的思维训练和思辨能力训练，确实我们不行，对这块我们是不教的，因为你万一学会了以后，这个
这个质疑了一些不可质疑的事情，这事儿很麻烦。至少在美国，电商对实体是打击，但是没有降维。亚马逊也有实体的全食超市啊，但是打击 Costco 是想多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打击的。Costco 也有日子没去了，但是在国内的话，你比如像山姆啊什么，都是有自己的电商平台，对吧？然后有自己的配送，他们现在也都在向电商转。今天的那个，哎，这个朋友，你是不是脑子稍微有一些不太正常？拱白菜是指城里的妹子做老婆吗？有点物化女性啊！怎么农村的女孩不说进城拱白菜，农村的女孩都是进城当新白菜去了？这个国内的问题啊，说到底还是僧多粥少。其实不是僧多粥少，而是它整个的环境有问题，环境有毒啊！婚恋确实不要跨越，门当户对为妙。是的，这个否则的话，大家过在一起会觉得很不适应啊。拱城里白菜的猪，家里确实挺有钱的，很早就开私家车了。其实我并不觉得你3年前能开上一个10几年手的帕萨特，就算很有钱吗？但反正肯定不是最穷的那一类啊，肯定没有到揭不开锅。今年一大批学生毕业生就业情况堪忧啊，那又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家里头做全职儿女吧。公务员是要体系往上爬啊，不过最近在日本语言学校这边已经碰上好多前公务员和公务员子女了，这个估计都是家里留后路的。其实也没有了，就是他想开了就跑了啊，想不开的就在国内接着卷。真正留后路哪有留到日本去的，都留到美国去了。都说引导孩子学习和兴趣，结果很多都是学习了游戏的兴趣啊，这个不一定。以前有一个网站叫央务鹊桥，是吗？还有这种东西，就是只有特定级别的部委公务员才能够有资格登记介绍对象的网站，直接有人事部验证。这还真没听说过啊，这又长知识了。来了点赞，感谢。这个原生 SD 出的图是都没法看，是的。还需要各种 mod，这个东西应该不叫 mod，就还是需要 checkpoint 的模型或者 LoRa 模型啊。相对来说 SD3 原生出来的图质量已经比前2代好很多了。是的，而且 SD 其实里头有很多的是语言模型，就是你给了它提示词以后呢，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它能够理解清楚。现在我发现就是画图这件事儿还是ChatGPT 理解的最好。广州上学有啥用？我在广州的时候，没事情的时候就琢磨教育。广州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的遍地都是。你这个哪儿的这个都一样啊。前面几条写了又撤回，居然没能真的撤回。看来还是要想好了写。是的，因为我们是在这个StreamYard 上，你撤回了以后，我这还能看见。实体和电商的结合，很多方式和例子，就像范老师说的，实体以体验为主，销售还是以电商渠道为主。另外，像是 Apple Store、小米米家、优衣库等，除了体验和销售，也是作为发货的仓库，下单根据用户的距离就近发货。是的，这都是一些处理的方法。能不能说说你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这个我其实管的不太多，家里主要是老婆在管。苏州街还是圆明园吧？对，这个那个火烧圆明园就远了啊。特斯拉昨天股东大会通过了所有提案，算是锤子落地了嘛？啊，下一故事讲这个。我看看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准备讲下一个。我们这里这个暑假开始，中小学实行暑期学生托管，各种辅导班。冬天来了，但是这样做的原因，我又没想出来。这个反正现在就没法整。小范的教育理念散见在他的点评过程中，例如他的思路和表达方式。
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这个沟通交流太少。别学 Java，学 Python 搞 AI，这个 Python 也算是一种出路吧。点赞，感谢啊。刚听说 Docker Hub 镜像关停的事儿，还有说 apt pip 镜像也要关停，不知道可能性大不啊？真就暗无天日了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因为 Docker 这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它在服务器里边放了很多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服务器镜像，而这些东西呢，其实比较难以去做检测。就是 Docker 呢，现在你虽然把它关掉，但未来肯定还会开呀。但是开了呢，就是它的检测成本、检测的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麻烦一些而已。现在高端相亲市场组织户外相亲，优质男性免费，女性收费可高了。用富二代、官二吸引女性报名。哎呀，这个相亲呢就可以吸引女性 PUA，男性的话就直接拉着他们去越南帝王团了。在国内证能考则考啊，润出来有用的。之前我也认为没用，所以没考。但是朋友有证，可以直接做这个认证兑换啊。普通人技术好些又好不了多少啊，还是要有些敲门砖的啊。那这个也有道理吧？反正国内现在已经没什么意思了啊，这考证已经没用了，白菜物化女性了。这个还不如说这个迎娶白富美啊，这个走上人生巅峰。这个其实你真的需要较这个真儿吗？他现在大一啊，信息管理和大数据，大二分流。请问哪个专业就业有好处？其实没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就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吧。你比如说计算机科学、软件、人工智能、物联网、信息管理、大数据、软件工程，就是他们的基础课都是一样的。然后专业那个什么，就是叫专业基础课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或者说能够差个一两门到头了。数学上可能差那么一点点，其他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差别。然后差的呢，比如说专业课上，这个大数据呢，没准会多学一点数学。信息管理我告诉你，信息管理好多是从那个图书馆管理转过来的，对，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然后其他那些呢，可能比如物联网会多学一些射频啊，学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再其他的这种其实都差不太多。就是如果孩子自己感兴趣，就想学点什么学点什么。然后最后在国内找工作的时候，学校的名字比专业的名字有用，对吧？他反正也比较悲催的一个事情。不大同意小范对 Java 的看法啊。通过学习 Java 可以学习编程，更加可以学习面向对象的思维。当然，如果学习 Java 是觉得考证就可以包工作，那就是想多了。Java 怎么说呢？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Java 这个，因为它对于这个人的束缚实在太强了。对，这个因为我以前在 Bolin 的时候，我们做 JBuilder 嘛，然后我们就去，也去看过，就是各种编程语言和各种编程工具的这种差异。有的时候这些编程工具是会束缚人的思维方式的。这个，你像我个人比较喜欢，为什么喜欢像 Ruby on Rails 这种东西？它比较灵活，然后呢，这个编程的时候比较快乐。虽然这个东西写出来的代码呢，相对来说运行效率会低一些啊，而且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它编写效率很高啊，就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写出一个挺复杂的东西出来啊。这个是这个Ruby on Rails 啊，这个包括像 Flutter 这个，就是我后来去学 Flutter 的主要原因是想去学一下最新的这些这种强类型语言到底是怎么干活的，对吧？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异。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一般后端呢，可能Rust 和这个 Go 多一点啊，然后 Python 也有，然后 JavaScript 也有，然后前端呢基本上都是 JavaScript 啊，或者是 TypeScript，然后这项东西。
Java 呢，现在我见到的还在招 Java 的程序的团队的话，基本上就是做什么大型复杂业务系统的，什么医疗管理啊，什么这个财务系统啊，银行管理啊，包括这个什么保险呀，都在看这玩意儿才去招 Java。互联网里头有用 Java 的也有啊，就是一般电商后台支付系统好多是 Java 的。然后那个其他的就真的没有看到那么多 Java 系统啊，而且 Java 的甭管是网站也好，还是就是前端，其实 Java 的很少。然后那个Java 的应用端应用的也是比较少。原来安卓还是 Java，但是现在安卓已经开始向这个那个东西叫什么 Calyx 啊，叫不对，叫 K 什么那开头我忘了啊，就是已经往那边转了，就是谷歌自己在转，因为 Oracle 老告他。啊，这个是 Java 的一个情况。筛选飞行员的时候说身上不能有疤，高空疤痕会冒血，其实就是报飞行员的人太多了，就随便找个理由淘汰一些人。如果高空疤会冒血，为什么买机票坐飞机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疤痕呢？啊，这个其实你讲的不对啊。只有是战斗机飞行员招考的时候才看身上有没有疤，因为他们呢是需要飞到非常高的高空，而且他们需要这个承受很高 G，就是非常大加速度的这种转向，他们如果身上有疤，确实会有问题。然后你说我是做民航飞行员啊，这个其实是没问题的，你身上有疤，包括你是近视眼都是可以去的。上一堂思想独立什么？这个没看懂要干嘛啊？降维打击几句啊，信息管理和大数据其实都是大学为了时尚拼凑出来的做题加课程，有一点。我记得，我父亲原来是学机械原理、机械制造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讲，他说在国外大学里就只有机械这一门课，但是在国内呢就分得很烂，什么机械原理、机械制造、机械那个什么，还有什么纺织机械、什么农用机械，全都给你分开了。其实是没什么大区别的，特别是在本科的时候，你把它分开干嘛？但是呢，为了在国内呢，有几个原因要分啊。第一个是为了好招生，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下边有一些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但是系主任只有一个，那怎么办呢？咱们看看能不能再申请一个新的专业，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系主任了，对吧？他所以在国内这个分的特别散，其实是很二的一个事情。就目前的经济状况啊，卷还是有用吧？那你不卷怎么办呢？饿死吧！现在这么卷了吧？浙大计算机都找不到工作啊！这个今年据说是很惨。越南帝王团是什么东西？越南新娘集体采购嘛？这个咱就不讲了，这个当我没说过啊。这个学编程主要是建立对世界的正确看法，建立比较全面的逻辑体系，是一种方法论的学习。这个掌握了计算机语言不是问题，需要使用啥就学啥啊。有个项目基本上2-3个月，其实基本上是这样。以前 Java，考证网上可以买到新鲜考题，现在还有吗？不知道啊，我应该没考过 Java 的证。不过现在很多时候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背景不同，人脉不同，能力也不同。然后这个我们继续看啊，学习非常不好的话，除了清北的可以走特殊途径进体制，国内哪个学校都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谁说的？你如果家里有体制内的人呢，你不也可以走特殊途径进体制吗？这个来晚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封 Docker 这个事情，在小红书上看到，和意识形态也没什么关系，而且某为，要推出类似的服务啊，这个我觉得说的肯定有问题。这个华为应该不会惹这种天下之大不韪啊。高考确实是一个不好说明白的事情，是的。这个我天，你们留了多少留言？跑步刚回来啊，这个是和某公司真的是行业成绩，信息管理不是文科，不是啊。36岁地产销售人啊，面临失业，有什么好的建议？开直播吧。
之前买了几套房就可以了。是的，但现在房子也没法整，卖不掉。给孩子年纪小的朋友推荐一个学编程的好玩的啊 ，Minecraft 啊，这个我儿子以前也玩这个东西，挺好玩的。这个因为 Java 严谨啊，所以才是很多自动生成工具。记得90年代后期 IBM 的有个 Rose 啊，Rose 我们以前跟他竞争对手。这个 Java to Go 啊，晚上好啊，第 N 次啊，这就对了。这个编程语言啊，到一定的程度就只是工具了，是的。但是 Java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反正我很不喜欢，挺磨人的。战斗机飞行员要承受几个 G 的压力啊，这个是的。真的那个新的一些战斗机可能能到8、9个 G 啊，强烈支持强类型的语言，因为就算个人不是大公司里的螺丝钉，个人自己真正的做几个真正能用的东西啊，必然上规模。对，上规模了以后，强类型还是好使的。说到飞行员啊，这个不行了，我得快一点啊，这个要不然下一个故事没空讲了。我的就业指导之一就是学计算机的，别到计算机公司干啊，互联网公司，有点计算机公司，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在石油公司，也算是一种出路吧。对，这个战斗机不加压的这个带氧气面罩，它其实加压没什么用，就是说你最后转的时候还是要在身上加压嘛。这个程序的基础单元是函数啊，这个我们今天不在这儿讨论了，建议严谨点，毕竟是在皇城里。对啊，我们还是尽量少说一点啊。这个项目管理的证有必要考吗？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觉得没什么用啊。上海南汇正推出10台特斯拉落地 FSD，10台吗？现在做项目 PMP 证已经变成基本门槛了，其实我觉得没什么用。好了，让我喝口水讲下一个故事啊，要不然这个今天就光跟大家扯了。第二个故事，马斯克讨薪成功，大家都上车了没有？560亿美金的薪水终于是落袋为安了。这个马斯克直接蹦着就上台了啊，一伸手这肚皮就出来了。这个手舞足蹈啊，这个算是有史以来啊，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讨薪案，从来没有比他这个更高的啊。但是他这个手舞足蹈的时候，感觉马斯克最近胖了啊，这个肚皮又出来了。这个斯美格鲁肽看来打的不太好使啊。那么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呢？其实咱们前面录过一些节目来讲这笔钱啊。马斯克呢，在特斯拉是没有固定薪水的，就是他是这个完全是靠股份来活的，他的股份是什么？就是说他跟特斯拉的股东啊去对赌，签对赌协议，达到对赌协议以后呢，特斯拉就会分给他股份，他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取得收益的。这个他的对赌协议呢，就是股价涨多少，然后呢，或者叫市值涨多少吧，然后完成什么样的这个业绩指标，然后就可以分到多少股票啊，他一般是这样去做的，然后还再加上有一个时间线，多长时间之内完成这个事情，对吧？那么他呢现在是完成了，所以就应该有这么一笔钱，这个而且他是不停的再去跟特斯拉的各种股东啊，跟股东会去签啊，每年都会签新的，然后这些东西是相互滚动起来的。有的是签这个市值的啊，有的是对赌销量的，有些是对赌一些新的产品的啊，都有，他就不停的去签。那么这个现在呢，这个钱啊，其实是应该是已经按照前面的，就是他完成对赌应该给他了。这个钱呢是12%的这个特斯拉期权啊，应该是已经完成了。而且呢，这个钱其实已经把税交了，就是马斯克这个在这个拿到这个钱之后啊，或者说这个期权给他行权之后，已经交税了。然后这个税有多少呢？据马斯克自己讲，在2021年为了行权已经完税，然后是53%啊，这个税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这个税有多少呢？2021年行权这批股票的时候，交了110亿美金的税，而且他是卖了
这个140亿美金的特斯拉股票，然后他去交这个110亿美金的税。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期权到手呢，都是要交税，然后呢，交税的方式就是卖掉其中一部分的股票，然后拿到现金把税交上啊。他呢应该是2021年的11月出售了140亿美金的特斯拉股票，并在2021年11月22号表示已经出售完成。所以呢，他这个前面我就讲说，这个560亿美金的这个期权呢，其实马斯克已经到手了，而且该花的也花了。当然有很多人说没有啊，没到手啊，对吧？他把这个税交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就算到手了，就已经是他的了，要不然凭什么交税啊？然后2021年之所以去交这个税呢，是当时有报道说他预期在2022年这个税要涨，所以2021年赶快把这个税交了。所以呢，万一真的通不过，这事儿麻烦就大了，对吧？你税交了以后，你不可能退给你，对吧？那你说这个股票已经都是我期权，我也都到我手上了，可能有一些已经做了质押，去做了一些其他的用途了，甚至可能还卖了一些。他前面买 Twitter 的时候，可能还卖了一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他怎么吐出来？这个事儿是非常麻烦的。那么现在这笔钱呢，就是薪酬计划嘛，我们叫被特拉华州法官给驳回了。这个是前面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有一个小股东进行了诉讼。这个小股东真的是小只有1股，他有1股特斯拉股票，他提起了诉讼。他说马斯克，你当时通过这个薪酬计划的时候，这个董事会不是很公平他们呢，这个都是你的铁杆粉丝，所以通过这个计划是有问题的。法官呢也认为这个做这个计划的时候董事会不公允所以呢就说你这个薪酬计划是有问题的直接给他摁在这儿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再做一次股东大会，如果投票通过了，那就没什么问题，这个形势算走完了。大家注意这个在一个公司决策的时候，CEO 是可以决策一些事情的，然后超过一定金额以后就上董事会，然后再超过一定金额以后就上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投票。所以现在他这个事儿呢，就是股东大会投票了，那么董事会当时做的这个结论到底对不对，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股东大会已经通过了。然后前面很多的大股东呢都表示说，我不会支持马斯克的薪酬计划的，对吧？那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呢其实是在对特斯拉的股票价进行打压实际上是在做空特斯拉。大股东的发言呢表示不支持薪酬计划。马斯克呢前面也把特斯拉价值5亿美金的 H100先划分给了 XAI 这个我们前面也做了节目讲了这个事情。马斯克呢还取消了今年 Model Y 新车型的计划，原来今年是应该有一款新的 Model Y 今年已经做了一款新的 Model 3了，卖得非常好现在马斯克说新的 Model Y 我不做了这个或者今年不出了，这个也是大家都在想办法打压股价。打压股价干嘛？上车呀，买呀，是吧？股价低的时候好进去然后这样未来在涨的时候才能挣得多呀万一有的信念不坚定的钱都跑了呢，对吧？就有换手的机会，大家就可以上车嘛。所以呢，这一期的这个话题叫大家上车了嘛，对吧？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呢，股东大会投票呢是大比例通过，对吧？它是按照1股1票来投的嘛，就是绝大部分人还是希望马斯克能够留下来的。在这个里头呢，要跟大家讲网红这个东西马斯克实际上属于超级大网红，对于这种规则其实是一种破坏，对吧？这种马斯克这种超级大网红说来咱们来投个票，对吧？那他想投过想投不过，或者想去影响一些投票结果这件事儿是已经完完全全的破坏了这种投票或者叫民主制度这个完全破坏掉。那你说如果马斯克想去竞选美国总统，能不能选上呢？这个他没有这个资格美国宪法规定，只有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才有资格。马斯克是在南非出生的，所以他不能去选总统就像是在奥地利出生的施瓦辛格只能选州长，他也不能去选总统他是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呢，网红对于投票，对于各种民主制度都是极大挑战，因为这些制度在设计的时候还没有像网红这种制度这种新生产物出来，对吧？那么现在能够去选总统的
董王就是一个超级大网红，对吧？那么他就可以在里边折腾的呼风唤雨啊，这个任何人跟董王这样的网红去做竞选，都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特斯拉的股东们呢，其实不论投票在哪一边，最终都是能够赚回来的啊。我并不认为说马斯克留下来，特斯拉就有希望了；马斯克走了，特斯拉也有希望，只是快慢而已，只是高低而已，对吧？如果马斯克在，那么大家为了梦想充值就行了啊，直接冲上去，然后为了以后能够涨到多少多少倍啊，我们冲上去。如果马斯克走了，新的职业经理人就进来，就会开启回购。啊，就像是提姆·库克干的这样，特斯拉手里头还有260多亿美金的现金储备呢，他可以拿这些钱说来，我们开始回购吧。而且特斯拉其实一直在盈利，对吧？我可以以后挣了钱尽可能的回购，它就可以把股价拉起来，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这样它可以降低研发成本，挤牙膏嘛。我就以后慢慢的每一次加点新东西，然后挤点牙膏，把利润留下来，然后接着回购就好了，股票就可以一直涨上去。就是苹果实际上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苹果在乔布斯死了以后就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一直说他在挤牙膏啊。苹果昨天晚上又回到了全世界市值第一啊，它超过微软了，对吧？前面是微软第一，现在是苹果第一了。就是乔布斯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去回购过股票，而提姆·库克上台了以后，到现在一共回购了5720亿美金的苹果股票。你看他3万多亿，他里头有5000多亿是他回购的，对吧？现在还有一个1100亿美金的计划还在那挂着，正在执行呢。回购计划通常是什么样的？回购计划一般是这样，就是说我规定时间、规定金额、规定买入条件和买入价格。啊，比如说我在未来1年之内，像苹果现在规定就是未来1年之内用1100亿美金进行回购。那么这个时间是未来1年啊，这个金额是1100亿美金。然后呢，这个买入条件是什么？啊，买入条件呢是，当股价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或者股价在某一个区间运行的时候，我就去买，啊，这让它涨上去。然后买入的价格呢，通常是在过去多少天的一个平均价格，我就按这个价格去出价了，对吧？他们一般会写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在猎豹移动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股价掉到1块钱以下，所以我们自己做过这个协议啊，跟大家讲一讲这种回购计划怎么做的。扎克伯格现在其实也在玩回购，对吧？那么就是股价涨不上去，那就回购。现在最上面的微软回购也是非常多啊，苹果回购非常多，然后英伟达大概是回购了250亿美金，就是回购了一点点啊，不是说没有，也是在回购。然后这个乔布斯活着的时候不回购的，钱在自己手里头，想做点什么事儿更有效率。特斯拉也基本上不回购的，马斯克也觉得钱在他自己手里边是更有效率的事情。然后马斯克这个讨薪成功了以后啊，除了跳舞之外，还干了一个事儿，就吃蛋糕啊。他买了一蛋糕，刚刚在这个推特上我看到他晒了这个蛋糕的照片，然后那个蛋糕上呢写了一段拉丁文啊，这个是蛋糕旁边配的推文是什么？就是送给特拉华州法院。然后上面的拉丁文写的是什么呢？我问 GPT 了啊，GPT 告诉人上面写的是人民之声即是上帝之声。啊，这个是一个欧洲中世纪一直流传到下来的一句话。最早呢，应该是查理曼大帝时期，就是公元8世纪，就有一些教士在讨论教会事务的时候，会引用这句话，强调要尊重民意啊，要尊重民意。然后1215年英国大宪章里头，虽然没有直接写这句话，但是呢，也是强调人民之声即是上帝之声的这个精神。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是革命口号啊，这句话就是革命口号，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意思就是推翻君权是符合上帝意志的，就是原来是君权神授嘛，就是这个皇帝在这儿当着啊，是因为上帝想让他在这儿待着。那么现在告诉你说，人民之声即是上帝之声，我把你干掉也是上帝愿意的啊，这是讲这个。到美国独立战争啊，也就是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这句话依然是革命口号。现代民主运动中啊，这句话也依然是革命口号，就是民意即天意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是代表上帝的意愿来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除了这次的讨薪成功之外，还通过了公司搬迁的协议啊，以后呢，特斯拉就是德克萨斯的特斯拉了啊，就不再是特拉华州的特斯拉了，要搬走了。那么未来真正的是可以去期待的，因为马斯克就留下来了嘛。在这个讨薪日之前啊，木头姐和他的方舟基金就已经开始放炮了，因为前面大家都在说不行啦，这个事儿怎么办呀？马斯克要走了，特斯拉不值钱了啊，都在喊的时候，实际上大家都在买啊，都在这个上车啊。那么木头姐现在讲的是什么？说 Robotaxi 才是未来，说未来的特斯拉是靠 Robotaxi，也就是无人驾驶出租车来盈利的，可能90%的利润都来自于这里。而且一旦是特斯拉的 Robotaxi 能够成功的跑起来以后，他觉得特斯拉的市值可以达到7万亿美金。啊，现在最贵的公司是苹果3.3啊，然后呢，第二名是微软，大概是3.2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认为特斯拉未来是可以值到7万亿美金的。这个木头姐呢一直在特斯拉的股价上的异常比较激进。木头姐对这个比特币也很激进啊，经常觉得这个玩意儿值个多少万美金，是几百万上千万美金都是很正常的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听他的话嘛。那你说最激进的肯定不是木头姐，一定是指明方向的人是马斯克本人嘛，对吧？他绝对是最有信心的人啊，他未来的说特斯拉会交付1亿辆汽车啊，他会疯狂的交付汽车。而且呢，今年年底就会投产1000台 Optimus 机器人到工厂去上班，就是他在擎天柱今年年底就可以上班了。这你想，他如果擎天柱上班的话，他的股价能涨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他认为啊，这个自动运输，也就是刚才咱们讲 Robotaxi 这个事情，是可以把市值推到5到7万亿美金这个范围之内的啊，他也认可这件事儿。但是呢，他觉得更挣钱的应该是机器人。他说 Optimus 机器人是可以带来25万亿美金的市值的。所以呢，马斯克相信在未来的可能3、5年里头，特斯拉是可以涨到30万亿美金，也就是现在5000亿美金的60倍啊！这个事儿呢，反正看大家信不信吧。Robotaxi 也就是在这个特斯拉里边叫Cybercab 啊，它原来那个车叫 Cybertruck 嘛，就是这个皮卡，所以它的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叫 Cybercab，CAB 啊。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开始去放量啊。那么在这个里头 Model 2是可能又要再往后拖一拖，就是它这个廉价车型可能要再拖一拖。这个里面啊，这种 Robotaxi 它能够多挣钱呢？这个现在全球的2大这种叫打车公司，一个叫 Uber， 一个叫Lyft 啊，毛利率都是非常高的。Lyft 的毛利率是40%到45%，多么恐怖的一个数字。然后 Uber 的毛利率是39%，都认为 Uber 你是不是出事了？怎么毛利率才39%，不到40%啊？对吧？觉得它翻车了。所以无人出租车是非常非常挣钱的啊，就是利润极高。而且无人出租车上来以后，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格局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大家看一看，共享单车出来以后，自行车市场变成什么样了？现在只剩下高端自行车了，作为运动休闲娱乐使用。一辆车从5000块钱可能卖到几万、10几万，对吧？卖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车，现在在各种的计算机自行车店里边在卖。真正普通代步的自行车，其实基本上被淘汰了，对吧？就基本上被共享单车给挤干净了。当年的共享单车大战啊，因为大家疯狂的给补贴，疯狂的去搞，为什么？因为共享单车是本地生活和支付的入口，这个是要去抢的。那么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量的共享单车扔得满街都是，对吧？现在还剩下那么2、3家。而 Robotaxi 跟这个共享单车比起来，其实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啊。现在先讲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共享单车上面推广告，你觉得这事效果好吗？其实是没什么效果。我确实有人往共享单车上贴各种小牛皮癣广告但是那个呢转化率是非常差的。那共享单车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用处是什么？就是它可以激活用户可以不停的唤醒用户。
如果我每天上下班需要用共享单车，那我就需要每天都要打开美团也好，滴滴也好这些共享单车软件，那么我就可以帮助美团跟滴滴带来极大的用户活跃度。那么我上去了以后，这个就可以从美团跟滴滴去采购其他的服务，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意啊，非常有价值。而且一旦是我们每天需要使用它的 APP 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它的 APP 就会变成一个高频应用，这是一个高频打低频的事情，对吧？这个所有的这种互联网竞争都是高频打低频，就是你的应用频次越高，你对着低频应用就完全是碾压型的，对吧？那么他们运营就甭管是美团还是滴滴运营这些共享单车，即使是亏钱，它也完完全全可以从其他地方挣回来啊。所以这个是共享单车真正挣钱的大地方。而 Robotaxi 是一个天然的广告平台，它是辆车，汽车，对吧？你坐在里头，你可以娱乐呀，你可以唱歌跳舞，对吧？你可以看电视剧，啊，你还可以看广告，对吧？有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些附加的这些广告信息在里头。我们现在坐出租车那后排都是有个电视给你放广告的，对吧？那么未来这个是 OK，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呢，Robotaxi 可以干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带着乘客去他们原来不知道的餐厅。正常情况下，我们要打车是什么？我要先知道这个餐厅在哪儿，然后我再打车说带我去吧。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坐在出租车上说，哎，我现在想吃饭了，你给我推荐一餐厅啊，这餐厅还有座哈，给我订好了座，然后带我去吧。你可以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钱谁付？餐厅付就行了呀，对吧？我为什么要付车钱呢？对吧？那么以后就可以来洗澡啊，对吧？洗浴中心付钱啊，我以后可以坐在车上说，我想去洗澡了，哪个洗浴中心愿意付钱，你给我拉去，我上那儿洗澡去，对吧？或者说我想赌钱了，赌场付钱，对吧？这个现在大家到澳门、到拉斯维加斯都是有这样的服务的，对吧？那么以后这就是都可以盈利的事情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 Robotaxi 要比这个共享单车还挣钱。现在中国内卷的这些电动车产能呢，其实在拼的是20万以下价格的这些车。这些车呢，就是股东们原来希望马斯克去做的 Model 2啊，这个呢是要进去跟这些中国的像比亚迪这种厂去卷的。现在的传闻是 Model 2可能又要延期了啊，当然马斯克说，我还是想做的啊，出来辟了一次谣，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延期。这一块特斯拉其实是卷不过比亚迪的，就不用想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把一个车卖到7万多块钱，它我估计就算做出 Model 2来，也得十几万啊，它是卷不过的。那么一旦 Robotaxi 启动了，廉价电动车实际上就挂掉了，就跟咱们前面讲，共享单车启动了以后，这个普通的乘用的这种自行车就被挤干净了啊，因为大家没必要去买这个东西了。你自己买个自行车还得想这儿停，还得修，还得收拾它，对吧？还怕丢。你用共享单车呢，这些问题都没有了，而且价格也不贵，对吧？各种套餐，因为你有了套餐以后，你还是要每天打开 APP 嘛，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指望你在这个共享单车本身这件事上付多少钱。那么未来的电动车，这个肯定是这个分为 Robotaxi 和高端的娱乐用车啊，就像现在自行车市场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 Robotaxi 真的是普及了，开始满街跑了，那么国内内卷的这些电动车厂商估计就要哭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还没有结束啊，还没有结束。8月8号是下一个节点，但那个时候呢，它的 Robotaxi 也就是这个 Cybercab 就开始要演示了，咱们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据说呢是一个比较小巧，但是呢像 Cybertruck 那样有棱有角的一个车型。而且到那个时候，马斯克又要再去发表搞股东大会，大家再来投票，投什么呢？这个争取25%投票权啊，他现在的投票权稍微差那么一点点。这个是马斯克下一次要开股东大会去投的东西啊，而且呢，我们可能还要看一看，除了特斯拉之外，还有谁可以用 FSD 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去看的。现在有好消息，第一个是上海确实是有特斯拉内部员工已经这个部署了 FSD 啊，或者已经推送了 FSD，已经开始用了，开始进行测试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据说现在 Cybertruck 入华也有眉目了啊，就是可能在中国的车进行一定的修整之后，
也允许它在中国上牌上路了。所以 Cybertruck， 但是 Cybertruck 现在是造不出来啊，不是说卖不出去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有中国市场，肯定也是一件好事情。如果特斯拉的 FSD 可以大面积的在国内去推广啊，比如说国内有大量的这种新能源厂商啊愿意去上 FSD 的话，那特斯拉可能真的就值大钱了啊。那么最后总结一下，企业在不同的时期是需要不同的老大的，就是前面乔布斯对吧，高歌猛进，后边上提姆库克守成之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挤牙膏啊，不断的去回购股票，这个可能对于股东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那么现在呢，肯定特斯拉还需要马斯克再接再厉啊，再多画一些饼，然后前面画的饼也要拿出来好好吃一吃啊。那么该上车的是不是应该已经上车了？就是前面闹了这么沸沸扬扬的事情，应该很多人都已经上车了。现在还没上车的，是不是晚了呢？这件事儿啊，是现在是5000多亿啊，到底有没有人相信它能涨到30万亿呢？反正这话是马斯克说的，对吧？咱们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故事。好啊，让我看看上面的评论到哪里了。这条好像没看到吧？说到飞行员，我想起小时候一个加拿大纪录片，这个腿部缝合手术，最后他入选了，叫做顶级飞行俱乐部啊，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好像没看过这片子啊，这条看过了。程序的基础单元是函数啊，这个也看过了。刚才是讲到哪儿了？PMP 马斯克以手滑点赞，把 X 的点赞弄成隐私不可见了，这个好像是。类型本身不那么重要啊，用类型来合理梳理、分解一个问题是一种哲学的意境啊，然后建立关联和行为，用多态打击一大片。学了 Java，但是学不会这么 Java 编程的做题家程序员太多。其实我是见过很多的这种，就是真的是比如文科生转 Java 的啊，这种是见的非常多的。螺丝钉程序员，Oracle 前几天开始向世界500强公司发送 Java 许可的账单了。这个虽然有 OpenJDK， 但是他们是嫌 Java 凉得慢嘛？这个好吧。PMP 这种口红包包，这个美女用了更加网红啊！这个不是 PMP，咱们讲的是同一种东西嘛？这个是这个项目管理的一个证书Java 是很繁琐啊，叫 Kotlin， 对 Kotlin 流畅很多。其实当前各种语言也是相互插来插去 ，Java、Python、PHP、TypeScript 最新版本都看起来都非常雷同啊，是这样。就是他们版本也在升级嘛，要把各种新特性加进来。反正我面试别人看到很多证书的，就比较警惕挑剔。你都有这么多 Java 证书了，还说不清多态是一种编程做题家指证啊，这个不一定，真不一定。无论哪个语言好没啥意思讨论哪个语言好没啥意思，先学明白一种语言才是正道。对，这是真的。如果你一种都没学明白，再学其他的其实都是半不拉拉的。百度程序员的平均素质跟360比起来，
是一个类型的人才吗？百度程序员素质还是很高的，360在这一块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特斯拉的股票主要是靠散户想拉高股价，散户未必靠谱。这个事儿，反正这一次人家是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了。陪老婆出来房车旅行2周了，所以一直在听录播版。今天在湖北看直播，哎，不错。这个你把房车开北京来呀？苹果，这次发布之后，股价大涨，一度超过微软。其实苹果似乎是没必要自己也搞一套自有知识产权的 AI。这个我觉得它做不出来是真的。就像苹果没必要专门做搜索它也做不出来。无人汽车来了，失业的就更多了。这个失业的人可以诗和远方嘛。共享单车的牛皮癣，有些是找小姐姐的，真的转化率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当年高考数学考69分，但是英语是北京市第2名，哇，你这个很厉害，被外语学院破格录取，也是很强啊。Robotaxi 还可以是移动的自动贩卖机，是的，你可以在这上面，比如说有吃喝呀什么都可以去用，移动的店面都是可以的。甚至大一点说，哎，这是个咖啡厅啊，我现在坐在这上头吃。现在是哪个城市？国内有一个城市是有这个移动早餐店，啊，你坐在车上，你可以吃一路早餐，然后去上班去。北京房价市场如何？跌得凶吗？不知道啊，对这事不感兴趣。对于 Palantir 这样的公司，军事上专门针对中国怎么看？对他们不了解啊，没研究过。太牛了！说到 Robotaxi， 范总小露了一手资深投资人的功底，哎，这个不算了，咱们都算是在这儿喝茶的功底啊。共享单车的一个短板是自己不会动，啊，被用户骑到哪里，就被库存沉淀在哪里，等待下一个本地用户。共享单车自己会动啊，共享汽车自己会动，算法可以流畅指导去下一个用户。是的。共享单车是这样的，共享单车是靠人搬的。这个我估计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回国了。现在它是这样，就是上班时间都是这个大家会就是比如美团啊、滴滴他们会专门派人用汽车把这些共享单车从各个写字楼拉到地铁站啊，然后呢也从这个住家附近的地铁站拉到这个住家小区去。那么这样大家可能骑到地铁了，你下车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拿这个人把这个车装到汽车上去，拉到这个小区里头去，或者是总之是走这样的一个事情。它等于一辆车可以这个反复利用很多次，就是一个上班高峰、下班高峰反过来了，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移动的。来了，先点赞，然后挂后台，边跑边听啊，也行。这个点赞一定要点啊！自动驾驶普及之后，还有很大可能实现transport as service，就是这种，也有可能吧，就是也算是一种云计算吧。第一次赶上直播，你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真正第一次赶上直播的人，他不知道这梗儿。女儿上8年级死活以后要学音乐，她音乐也不错，钢琴获得国际比赛2等奖的那种，但是以后这个行业在北美肯定就业难，怎么说服她拿 AI 这事儿有什么切入点吗？这个就让她学呗，自然感兴趣就学呗，这有什么大的问题吗？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而且还一个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能够得奖呢，没准他就真的能学出来。如果学不出来呢，你可以这样劝他说：“你看，这个人呢要有工作，也要有业余爱好，对吧？如果把业余爱好变成工作了呢，你可能就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对吧？如果真的那么爱音乐呢，可以让这个事情成为你的业余爱好，但是呢，还是要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啊，你看看行不行？跟 Indigo 的 WDC 对谈节目啥时候上？我们应该礼拜天录吧，可能礼拜一上。他感冒，然后呢，礼拜六又约了另外一场，所以他说这个没法礼拜六就录了。啊，这个回头我已经把提纲写好了给他了。国际比赛2等奖这么厉害，天才啊！不过你确定不是那种山寨维也纳金色大厅奖吗？这个他在美国考的应该不一定吧？应该不是。这个苹果是一家音乐设计公司，做不来 AI，哎，这就没法说了。如果气温允许，大约7月中旬从内蒙合轨进雄安。哎，你到雄安的时候告诉我，我也可以到雄安找你去。然后雄安我还没去过呢，啊，反正你到北方的时候你告诉我，我可以开车找你们去。这个帝都要办通行证就不进去了，没问题。我们可以在河北碰。Robotaxi，可以成为小姐姐 as a service 啊，这个你想太多了啊。都去北美了，还转那么辛苦，不是说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就该追求艺术和自我实现了吗？怎么还考虑能不能吃上饭的问题？我估计这是第一代移民为第二代移民的思考。今晚不看啊，我对足球没什么兴趣。怎么杠精这么多？哎，没什么，宽容一些，大家都是找个乐子，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吧？没有谁针对谁。这个你谁呀？对，这何必呢？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何必呢？我有一个问题，高考考得很差，怎么选学校？这个高考考得很差，你可以去马来西亚呀，对吧？马来西亚对这块的要求不高的。呃如果是这个国际钢琴比赛2等奖，我认为可以读音乐啊，这个就不懂了啊，这个钢琴这个事儿不了解。iPhone 16是不是要港版才能用 ChatGPT？香港也是不能用 ChatGPT 的呀。这个，所以凭什么港版就能用 ChatGPT 呢？你这个认知有问题啊！我谁啊？老范的粉丝，这个大家没必要啊，这个何必呢？人家有一高兴的事儿，你非要去踩乎两脚，何必呢？对吧？这个人家挺自豪的一个事情。不聊聊茅台崩盘嘛？对，茅台我喝还可以啊，其他的就不太懂了。这个就不聊了。好啊，我们今天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Siri 时代的苹果还是 AI 佼佼者，库克上来后逐渐平庸。较大反响的 Vision Pro 跟微软的 HoloLens 比，其实也没强哪里啊。这个Vision Pro 比 HoloLens 还是强很多的啊，因为我是用过 HoloLens，那个实在是太老了。但提姆库克，你想，他拿了$5000多万去回购，他哪有钱去做研发呀？今天之所以来了晚了，除了跑步之外，还因为个人域名指向突然失效了，折腾了2天，终于破案了。联通把动态公网 IP 改成大内网 IP 了啊，这好吧？大陆行货 iPhone 没法到国外使用 ChatGPT，这个不知道啊，就是特别 iOS18以后，因为它现在还没推送嘛，我现在还看不到，不知道了。是的，HoloLens 还是很坑的。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再见。结束。